各位叔叔阿姨，大家是不是常常觉得自己存在银行里的老本好像怎么都长不大，有时甚至悄悄变少了？你可能不知道，这很可能跟你每年默默被扣掉的一笔钱有关。没错，我说的就是二代健保补充保费。最近风声越来越紧，听说2026年这个保费很可能又要调整，费率说不定会涨，起扣的门槛也可能降低。如果你还像以前一样，把一大笔退休金傻傻的存成一张定存单，或者只看股票股息高就买，那你每年可能都在白白送钱出去，损失一趟出国旅游的钱都不是问题。今天我林佑利就要在健康永驻这个频道里和大家掏心掏肺的聊清楚，并且手把手教你3个完全合法的方法，把这个漏洞堵上，帮你把辛苦钱牢牢留在口袋里。想知道具体怎么做吗？那你可得耐心把今天的内容看完，我保证都是干货，对你绝对有用。大家好，我是佑利，欢迎大家再次来到健康永驻。我们这个频道啊，就是专门为已经退休和即将退休的各位前辈服务的。我们不聊那些虚头巴脑的投资理论，就讲最实际、最接地气的生活财经知识。怎么守好你的退休金，怎么不错过任何该有的福利，都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如果你不想在政策变化的时候成为最后知道、吃亏最大的那个人，现在就动动手指订阅一下健康永驻，并且打开小铃铛，这样我们有重要的消息才能第一时间通知到你。那我们今天就来深入聊聊这个让很多人雾煞煞的二代健保补充保费。我知道很多朋友每个月看存折，只知道扣款明细里有好几笔，什么一般保费、补充保费，搞也搞不懂，反正就是一直扣钱。我用最白的话跟大家解释，那个一般保费就是你每个月固定要交的健保费，可能是从退休金里扣，或者在职业工会缴的，这是基本盘。而补充保费呢，就像政府设的一个过路费关卡，专门针对你退休后除了那份固定退休金之外的额外收入来征收。现在的费率是 2.11%， 你一听可能觉得才 2% 多一点，不多吗？但俗话说小数怕长计，你想想看，你辛辛苦苦存下来的500万、1000万退休老本所产生的利息、股利，只要过了门槛，每年都要被抽走 2.11%， 10年、20年下来，那笔被抽走的钱数字会非常惊人。最关键是，这笔过路费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合法技巧完全避免或者减少的。很多朋友因为不知道，就这么年复一年的交，实在太可惜了。在讲技巧之前，我们必须把这个游戏规则的核心，那个关键数字牢牢记住，2万元。请大家把2万块这3个字刻在脑子里。按照现行规定，无论你是领利息、拿股利还是收租金，只要单笔给你的金额达到2万元新台币，发钱给你的单位比如银行、公司就有义务在给你钱之前，先扣下 2.11% 的补充保费上缴。注意哦，我特别强调是单笔，这就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操作空间。现在一直有消息说，因为健保财务的压力，2026年很可能把这个 2.11% 的费率往上调，甚至调到 3%， 或者把2万块这个起征点往下调。虽然最终方案还没定，但我们绝对不能等到刀子落下来才反应。我们现在就把现行规则吃透，学会保护自己的方法。以后不管规则怎么变，我们都能心里有数，从容应对。好，规则清楚了，我们现在就进入实战部分，看看退休族最主要的几块收入怎么去应对。首先就是最多人选择的，觉得最安稳的银行定存利息。很多长辈打拼一辈子，攒下300万、500万，觉得放银行定存最保险，心里踏实。但这个踏实背后有细节陷阱。我们来算笔账，假设你有200万现金，现在1年期定存利率大概 1.7% 左右。如果你图省事，把这200万全部存成一张定期存单，1年下来的利息大约是34000块。问题立刻来了，34000远远超过了2万块的门槛，所以明年银行再把利息划给你的时候，就会直接先扣掉 2.11% 的补充保费，大概700多块。你可能会想，700块，小钱啦，无所谓。但如果你有1000万呢？那一年就要被扣掉3000多块，而且这是每年都要扣的，10年就是3万块，这足够你和老伴来一趟舒舒服服的短期旅行了，何必白白送出去呢？那么，针对定存利息，我们的第一招省钱秘诀是什么呢？我称之为拆单分散法。
这个方法非常简单，但价值千金。具体操作就是不要把你所有的钱只做成一张大大的定存单，而是把它拆分成好几张金额较小的存单。我们还是用刚刚200万的例子，你不要开一张200万的存单，你去银行柜台告诉行员，小姐，麻烦帮我分成2张100万的定存，每张100万的存单，一年利息就是17000块。你发现了吗？17000，它低于2万块的门槛。所以这2笔利息在发放的时候，1毛钱的补充保费都不会被扣，你能拿到完整的利息。有些银行行员为了省事，可能会说，阿姨，不用这么麻烦啦，存一起就好。这时候你一定要温和而坚定地告诉他，不行哦，请帮我分开存，这样对我比较有利，这是你的权利，千万不要因为怕麻烦而跟钱过不去。除了拆单，还有一个更隐蔽，但同样有效的技巧，叫做改变领息节奏。我们一般人办定存，习惯选到期整付，也就是定存到期后，本金和利息一次性全部领回来。这种方式会让利息累积成一笔大数目，很容易就冲破2万大关。但是定存其实可以设定为按月领息的。我们再算一下，假设你有500万做定存，利率 1.78%， 一年总利息是89000元。如果到期一次领，妥妥超过2万，要被扣将近1900的保费。但如果你选择按月领息，89000除以12个月，每个月你大概领到7400多元，这7000多块离2万块的门槛远得很，所以完全不会被扣补充保费。而且按月领息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每个月都有一笔小小的现金流进来，可以用来应付日常买菜、缴水电瓦斯费，让你的退休生活费运用起来更灵活，感觉手头更宽裕。所以各位叔叔阿姨，请立刻去检查一下你手头上所有的定存单，看看是不是单张金额太大，或者都是设定到期领息的，赶紧去银行一趟，要么拆单，要么改成按月领息。这2个动作只要做一个，就能立刻帮你守住荷包，效果立竿见影。讲完了最基础的定存，我们来看看退休族第2大常见的收入来源，股票股利。现在很多长辈有存股的观念，买一些高股息的 ETF 或者稳定的金融股，指望每年领股利来补贴生活，这本来是非常好的理财思路。但是股利收入同样是补充保费的重灾区，规则是一样的，单笔股利发放超过2万元，就要被扣 2.11%。这里有个让人心里特别不舒服的地方，这个扣费是不管你投资赚还是赔的，就算你买的股票股价跌了一大截，你账面上是亏损的，但只要公司发给你的现金股利超过2万块，照样要被扣这笔钱，感觉就像是伤口上被撒了把盐。那么对于股票股利，我们有什么应对策略呢？这就是我要教的第2招，善用配息频率，并了解进阶工具。首先说配息频率，以前很多股票一年只配息一次，比如你持有某家公司100张股票，一年配给你10万块股利，那这10万块一次性进来，肯定超过2万，得扣2000多块保费。但现在市场上有越来越多的 ETF 或基金提供季配息，甚至月配息的选择，这就给我们创造了空间。同样是10万块年股利，如果它是月配息，分成12次发放，每次大概8000多，这8000多就低于起扣点，一整年下来，你可以1毛钱补充保费都不用缴。所以在选择存股标的时，除了看殖利率高不高，稳定性好不好，也要把配息频率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对于本金较大的朋友来说，选择月配型的产品，能自动帮你化解单次金额过高的问题，非常省心。除了选择产品，还有一个更进阶的合法节税方法，叫做股票出借，也就是借券。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把你名下暂时不卖的股票，通过券商借给市场上需要的人，比如外资、机构投资者。在出借期间，如果刚好遇到股票除权息，因为股票名义上不在你手里，所以你领到的就不是股利，而是券商给你的权益补偿金。这笔补偿金的金额会和股利一模一样，但在税法上，它被归类为不同的收入项目，目前不需要缴纳2代健保补充保费。这一招对于持有大量单一股票的大户来说尤其好用，能省下的费用非常可观。当然，出借股票会涉及一些细节，比如议定借券利率、设定出借时间等，你可以直接联系你的证券营业员，他们都很乐意协助你办理，因为这对他们也是业务。另外，我也要帮大家澄清一个常见的迷思，在海外投资的收入，
比如你买的美股配息或者境外基金发的收益，需要缴这个 2.11% 的补充保费吗？答案是不需要。二代健保补充保费只针对你在台湾境内取得的特定所得，海外所得虽然可能涉及另一个税最低税负制，但它完全不需要缴交这 2.11% 的健保补充费，所以在你的资产配置里，适当的纳入一些优质的海外投资标的，也是一个合法规划税务、增加收入来源的渠道。接下来，我们谈谈退休族第三类常见的收入，租金。不少长辈名下有1-2套房子出租，当个安稳的包租公、包租婆，收租来养老。如果你的房客是普通的个人租客，通常比较不用担心，因为个人一般不会去申报扣缴凭单。但如果你的房客是公司行号，比如你把店面租给连锁超市，或者房子租给公司当员工宿舍、办公室，那就要特别注意了。因为公司会计做账务处理时，几乎一定会开立扣缴凭单。一旦公司每次付给你的租金超过2万元，他们就有法律义务在付钱时，先代扣 2.11% 的补充保费缴给国库。假设你月租金是3万元，那你每个月实际拿到手的，会是扣掉600多块之后的钱，一年下来就是7-8千块，而且这是每月持续发生的。那么，针对房租收入，我们的第三招规划思路是什么呢？主要有2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合理拆分租约，你可以和公司房客友善协商，在租约中把总租金进行合理拆分。例如，月租金3万元，可以在合约中写明房屋租金2万元，另外1万元是设备使用费或物业管理费，前提是你的房子确实提供了额外的家具、设备或管理服务。只要拆分后的纯租金部分低于2万元，公司支付这笔租金时就不需要代扣补充保费。这必须是基于真实提供的服务来约定，不能凭空捏造。第二个方向是从支付频率上想办法，但这个比较困难，因为租金通常就是月付，所以最根本的方法是在最初签订租赁合约时，就明确和房客，尤其是公司房客协商好这笔潜在的成本由谁负担。虽然法律规定纳税义务人是房东，也就是你，但在商业谈判中，很多房东会通过提高租金来覆盖这个成本。或者在合约里直接注明甲方每月实收金额为新台币XXX元，将税费问题内部消化，避免后续麻烦。除了定存、股利、房租这3座大山，还有一些零星的收入也要留意，比如执行业务所得。有些长辈退休后身怀绝技，可能去受邀演讲、写专栏文章或担任顾问，这些收入也适用单笔2万元的门槛。如果你一场演讲费是3万元，支付单位通常会扣掉补充保费。这时候，你可以尝试礼貌地请主办单位协助，看能否将这笔收入拆分名义或分次支付。例如，将3万元拆成15000元的演讲费和15000元的资料准备费或交通费，并且分2张单据，在不同日期支付。只要单次支付金额低于2万，通常就能避开扣费。当然，这需要对方单位的会计人员愿意配合。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是兼职薪资。有些长辈退休后想活动一下，去超市、快餐店做兼职。如果你本身已经在区公所或职业工会加保健保，或者你是依附子女的眷属，那么你在兼职地方领的薪水，只要超过每月基本工资目前是27470元，这笔兼职薪水就不会再被扣补充保费。但如果你的兼职薪资低于这个数字，有些公司的会计可能会误扣。这时你需要主动提醒公司的财务人员，告知你自己的健保是在别的地方投保的，请他们确认清楚，避免多扣了你的辛苦钱。说到这里，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心里已经在盘算，自己过去是不是多缴了不少冤枉钱。二代健保补充保费设计的初衷是希望收入多的人多分担一点，这个理念我们理解，但对于我们退休族来说，每一分钱都是年轻时流汗攒下的老本，是用来保障我们晚年生活尊严的。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精明的规划，让自己辛苦钱的价值最大化，这绝对是天经地义的权利。我今天分享的这3招，用拆单和改领息方式对付定存利息，用选择配息频率和了解借券来规划股利，用合理拆分合约来应对房租，都是完全光明正大的方法，绝不是教大家逃税漏税，而是教大家如何聪明的应缴财缴，能省则省。让我再为大家把今天的核心重点梳理一遍。第一，立刻去检视你所有的银行定存，
如果有单张存单本金太大，导致预估利息会超过2万元，赶快去银行办理拆分，或者把领息方式改为按月领息，这是最简单、零成本、效果最直接的省钱动作，无非是多花一点时间去趟银行，却能帮你每年省下不少钱。第二，好好审视你手上的股票投资组合。如果主要是集中在每年一次性配发高额股息的个股，可以考虑是否要将部分资金配置到季配或月配型的 ETF 上，让收入化整为零。如果你持有张数很多，是名副其实的古董，那么一定要去深入了解股票出借这个工具，它可能成为你省税的得力助手。第三，如果你有房产出租给公司，或者在外面接一些顾问案、演讲，记得在收款前友善地与付款方沟通拆分给付的可能性，目标是让单笔给付金额落在2万元以下，从源头上避开扣费门槛。我知道有些长辈听到这里可能会想，佑丽啊，听起来好像有点复杂，为了省那2%点多的钱，值得这么费心吗？我要认真地告诉大家，非常值得。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重要的退休理财观念，这个阶段防守比进攻往往更重要。你在股市里想多赚 5% 的报酬，可能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和波动，但你通过简单的规划，稳稳地省下 2.11% 的额外成本，这相当于为你那笔钱直接增加了无风险的报酬率，省下来的钱是实实在在确定能进口袋的，这难道不香吗？更何况随着我们社会老龄化，健保财务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未来各种费用的调整可能成为常态。我们现在就学会这些自我保护的方法，等于为自己的退休金堡垒筑起了第一道防线，将来无论政策风向怎么转，我们都能从容不迫，保护好自己。最后，我想问问大家，你们去银行办理业务时，有没有遇到过特别热心，主动提醒你可以拆单以节省保费的优质行员？或者相反，遇到过嫌麻烦劝你别拆的？非常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经历，我们可以一起看看哪些银行的服务最贴心，最为客户着想。也恳请大家把这一期视频分享给你身边同样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的亲朋好友、老同事、老伙伴，你的一次分享，可能就帮他守住了好几万的退休金，这真的是功德一件的大好事。如果你觉得佑丽今天讲的这些内容真的帮你理清了思路，甚至发现了可以马上行动去省钱的点，请务必给我这个视频点个赞，你的鼓励是我继续为大家挖掘实用资讯的最大动力。如果你还没有订阅健康永驻频道，请一定要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以后有任何关于退休金规划、长者福利、健康促进的最新消息，你都不会错过。健康永驻频道，我是林佑丽，我们始终关心你的健康，更关心你晚年生活的安稳与富足，绝不让你的权益在不知不觉中沉睡。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